市里出现了好几起杀人案，死者的脸皮被人完整的剥下。很快的，我的脸也被人偷走了。凶手顶着我的脸，堂而皇之的住进我家。我男友搂着她，反问我：你哪位？好看的精品短片悬疑恐怖小故事，一口气看到大结局，每天更新。喜欢评论区扣1，无聊扣2。温馨提醒您，正文开始了。我男朋友前些时间去了趟云南采风，回来后突然变得忙碌，灵感乍现，画了一幅手拿脸皮的美女图，画风透着诡异灵异，但很有视觉冲击力。紧接着，他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画家冒出来个女老板，愿意赞助他开画展，说是看中了他的那幅画皮。那幅画皮我也很喜欢，我觉得是许墨之画画生涯中最有灵气的一幅画，而且是以我为原型。梦梦，我们就快要有钱了。夜晚，我跟许墨之借酒温存，他抱着我，气息温柔缱绻。我会对你好的，他说，眉眼间皆是柔情蜜意。我信了，毕竟我养了许墨之这么多年，我漂亮又年轻，我俩高中毕业就在一起了，他肯定是爱我的。半夜，我起床找水喝，许墨之并不在我身边。我赤脚找到他画画的房间，许墨之在打电话，语气有几分不耐。你烦不烦？非要现在换吗？给我点时间，哪有那么容易？换什么？换画吗？月色如雾，那幅画架上的画皮被改动过了，上面的女人，她摘下自己的脸皮面具，女人的脸和五官不是我的。看了被改过的画后，我连着做了好几晚上的噩梦，梦到有人拿刀子站在我床头，一点点的割下我的脸皮。我看向镜子里的自己，赫然已经变成一张血淋淋的无脸怪物。几天没睡好，我朝许墨之发了火，我才是你女朋友，为什么要画别的女人？他颇无奈的样子。梦梦，没办法，人家有钱，再说他出钱给我办画展，我总不能得罪他吧。一提到钱，我就没了脾气，我什么都能给他，偏偏没有钱。我从小就寄人篱下，家庭条件也差，前路无望，许墨之就是我的月亮。可同居后的日子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。我刚进公司，工资也不高，他为了追逐自己的梦想，在家里没日没夜的画画，所以房租水电一除，我每个月的工资刚发到手就没剩多少了，有时候甚至只能靠信用卡度日。发愁的时候，许墨之总会劝我，梦梦，再等等，我的画一定能卖出去的。所以我只能忍。那个女老板我得罪不起，好在是我的工作也有了起色，即将升职。可就在画展的前几日天，我在下班路上被一个疯女人绑架了。她蒙住我的眼睛，束住我的手脚，我听见篝火燃烧，掌心被锐器划开，我闻到鲜血的味道。女人冲我念念有词了一阵，像是在进行什么诡异的仪式。别乱动，我只需要你这张脸。女人声音阴沉可怖，故意压低了嗓门。要我的脸？她在说什么疯话？脸上一阵剧痛袭来，像是有无数条虫子在底下爬动。女人兴奋的声音响起来，这次居然这么成功，太完美了！我痛到昏死过去。再次醒来后，我开始自救，用力的摔倒，摔烂椅子，绳索松开。好不容易逃出来后，女人拿走了我身上的所有东西，包括家里的钥匙。我往家里赶，疯狂地拍打着家里的大门。墨之，开门！呜，有个疯子袭击我，他还说要来家里。我拼命地敲打房门，2分钟后，里面的人终于打开门。我男朋友许墨之安然无恙地站在门口，正在扣衬衣纽扣。太好了，你没事就好。我如释重负，扑过去上前拥抱他，他却微侧身躲开我的拥抱，皱眉看我。曾小姐，请你自重。我愣住，我的名字明明叫白梦啊！我去抓他的手，却被他狠狠地打开。你再这样骚扰我，我就不客气了。墨之，是谁啊？温柔的女声响起。我看到卧室门口出现一个女生，那女生穿着我最喜欢的白色蕾丝睡衣，我的血。她还长着一张跟我一模一样的脸。我呆了几秒后，尖叫出声。那女生头发微乱，脸上还有可疑的红晕，甚至连脖颈处都有纷乱的吻痕。怒火中烧，我径直朝那个女生走过去，想要把她拉开。你是谁？走近后，我看到她里面连衣服都没穿，红痕从脖颈处一路向下，
完全能猜到他们俩在我来之前发生了什么。我抓着他的手腕恨道：你到底是谁？整成我的脸想做什么？我还没来得及做其他反应，一声闷响，头上传来剧痛，我被一个花瓶砸倒在地，我瘫倒在地上，艰难的喘气。许墨之拿着花瓶，还有些手足无措。他把花瓶放到一旁，几步上前，掠过我，跑向了那个冒牌货。我难以置信地看着许墨之，只见他伸手把冒牌货抱在怀里，脸上露出心疼和怜惜。他说的是：梦梦，怎么样？还疼不疼？他有没有伤到你哪里？冒牌货点头，趴在许墨之怀里，开始嘤嘤嘤哭泣。好可怕！墨之，他是谁啊？怎么一进来就骂我打人啊？许墨之轻拍他的背，安抚他。我不知道是不是被伤到了头，一口血吐出来。我也好疼，也好想扑。我挣扎着坐起来。墨之，你怎么了？啊，你看看我，我才是白梦啊！我的许墨之连眼皮都懒得抬，冷声道：不好意思，我已经报警了。曾离，我没想到你居然是一个疯子。曾离，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，看向玄关处的镜子，那镜子里的女人有着一张跟曾离一模一样平庸到极致的脸。曾离是我们共同的高中同学，那时候的他不善言语，长相普通，成绩很好，每日戴着黑框眼镜低头写作业。许墨之曾经当过他同桌。曾离是苗族的，当时听同学们说他会下蛊，还说得罪过他的人会有很严重的后果，不知道是真还是假。总之在学校里他是比较受排挤的那类人，而我相反，我因为性格开朗，长得也不错，在男生女生里都很吃得开，不管走到哪儿，身边都有一堆人围着。我还记得毕业那天，他主动的走过来同我讲话，他拿出同学录，递笔给我让我签。同学录很新，我是第一个写的，快写完的时候，手被笔盖划了一下，伤口立刻渗加出血珠来，然后滴落在同学录上。包扎好伤口后，他突然问我：白梦，你快乐吗？我随口答：挺快乐的。他冲我微微一笑，转身离开了。这事儿我也没放在心上，现在想想，难不成就是那时候流血了给他留下的引子之类的？莫非我中蛊了？门外警铃大作，许墨之真的报警了。在晕过去之前，我看到那个冒牌货白梦冲我露出一个冷酷的讥笑，仿佛在嘲笑我的愚蠢，也在笑我的无能为力。在看到许墨之一脸的怜惜，低头吻在他额头上以示安慰时，我心口蓦然一痛，晕死过去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一群医生围着我，还有警察。人群中，我看到冒牌货依偎在许墨之的怀里，咬着下唇，一脸的柔弱无依。我刚要动，发现手上裹着束缚带和手铐。一个女警走进来问我：是曾离吗？有人控告你入室袭击，经过我们调查监控取证后，确认入室袭击他人，行为属实，将对你提起刑事诉讼，并追究你的。四肢透骨的寒。我呆呆地抬起头问他：能让我再见一见许墨之吗？因为头上的伤很严重，只能暂时在医院治疗。许墨之愿意见我的时候，病房外还有一个警察看守。他整理了一下外套，坐下，语气里带着冷和催促：找我什么事？不过你放心，我是不会放弃诉讼的，毕竟你伤害了梦梦。我心痛如刀绞，未开口已哽咽。我该做点什么来证明我才是你的梦梦呢？墨之，那个女人不是白梦。前天我被人绑架，醒来后我就变成这样了。我不是曾离，我才是白梦啊！许墨之愣了一下，但很快的他又说道：你真是个疯子。我掩面哭泣，那种连最亲密的人都不信你的感觉，真是无助又糟糕透顶，就像是掉入无边黑洞，怎样大喊大叫也没人听得到。时间到了，他要走，我攥住他的衣角，苦苦的哀求：墨之，你看我呀，你再看我一眼呀！许墨之脚步停顿，他突然转头，很小声又飞快地说了句：对不起，梦梦。他太有钱了，有钱真的能够买到一切。我愣住。许墨之离开后，病房里爆发出一声声嘶力竭的哀嚎和吼叫，那是我的声音，是我对自己瞎了眼认错人的悲愤和懊悔，有痛
有怒。许墨之的话瞬间打醒我，原来那天半夜他在画室里说的话，竟然就是换我的脸。我愚钝至极，到现在才明白，这场阴谋里的主谋不是别人，就是与我朝夕相处、同床共枕的亲密爱人。仅仅是为了钱吗？我总觉得不只是这个原因。不过那已经不重要了。我的爱人，他将亲手将我送上法庭。只是我觉得他们的目的应该不止于此，将我送进牢里，我总有出狱的一天。他们是想把我逼疯，他们想逼疯我，那我就疯给他们看。我绝食，在病房里疯狂地摔打可以触碰到的东西，甚至出现自残行为，把自己的脸抓得鲜血淋漓。我逢人就拽着对方，念念有词：我是白梦，我才是白梦啊！他是个小偷，偷走我的脸。门外有医生在跟警察谈话，病人已经出现幻听、幻视等感知觉障碍，初步断定有精神分裂的症状。外面的人向我看来，目光里带着公事公办的冷漠和麻木，他们根本不在意我是谁，也不在意我说的话是不是事实。毕竟那个女人顶着我的脸，拿着我的身份，连我的男朋友都站在她那边，我全盘皆输。更何况验血型和采集指纹这种事情，他们在意的是我到底有没有罪，还是只是个因爱生恨的疯子。进精神病院的那天，曾黎的家人终于出现，他们穿着民族服饰，一老一少，远远地站在远处。我漠然地看着他们，我猜对于我被换脸这事儿，他们不会一点都不知道，可他们选择了沉默，也或者是选择助纣为虐。毕竟曾黎才是他们的家人，我顶多就是个无辜躺枪的人。医院里的生活单调又枯燥，待久了，我有时候会觉得我是真的疯了。那段日子我确实不大正常，整天感觉房子里有一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在跟我讲话。是曾黎，他环着手臂，一脸趾高气扬地看着我缩在墙角，告诉我他跟许墨之现在的生活有多么幸福。我怒气尖叫着冲过去，影子又消失了。接二连三的刺激和打击已经折磨得我无法正常生活。直到那天，我在医院的电视上看到了许墨之和曾黎。大概是曾黎在他身上砸钱有了效果，许墨之在画圈终于有了名气。电视上他西装革履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曾经在我眼里看来谦和温润的笑容，现在恶心的我连饭都吃不下。曾黎挽着他的胳膊，两人并肩而立，接受记者采访，侃侃而谈，仿佛天作之合。我指甲掐进肉里，钻心的疼。给我发药的刘护士原本就讨厌我，从旁人那里听说的版本是我痴恋许墨之多年，爱而不得，非法入室并试图袭击人家的正牌女友。护士见我一动不动，不耐烦地点了点桌子：曾黎，把药吃了。我抬头，双眼通红，恶狠狠地盯着他。我不叫曾黎，我叫白梦。护士有点被我吓到，但旁边就是身高马大的护工，他嗤笑：白梦，做你的白日梦吧。他侧头看了眼电视，人家漂亮，身材又好，你再看看你，又丑又胖又普通，身材走形也是因为在医院吃了太多的药导致。不要以为你是病人就可以为所欲为。他抄着手臂讥笑。曾黎，你到底是真疯还是装疯？像你们这种借着精神病逃脱法律审判不要脸的人，我见得多了。我冲他咧嘴一笑，阴森森道：你说呢？护士可能有点被我吓到，后退一步，我却突然拽着他的胳膊，一口咬上去。他痛得嚎叫，很快护工就上前来给我来了一针，我很快的就安静下来，昏睡过去。接下来的日子不好过，我得罪了护士，他整天想方设法的收拾我，日子更难熬了，而我也更疯了。进精神病院的第6个月，我从3楼跳了下去，高度是计算好的。跳下去的时候被下头的树挂了一下，伤了脚。跳下去的时候特意选择的病人放风的时候，脚伤的有点重，好了之后有点小瘸，可我能忍，因为这都是我计划中的一步。果然在第8个月的时候，我大小便失禁，护工们一脸不耐烦的给我换衣服裤子。护工是男人，我忍着强烈不适，尽量不去有所反应。还好因为我现在长得丑，
男护工连多看我2眼的兴趣都没有。而我隔壁房间的那个小女生，肤白，五官清秀，她就没那么幸运了。小地方的精神病院，天高皇帝远，不隔音的房间，半夜传来异响。第二天，我看到那个女孩，披头散发，眼神依旧麻木，而她的脖颈上有吻痕。那个刘护士终于相信我疯了，她在门后给人打去电话：“喂，白小姐，经过这几个月的观察和在医生那里了解到的情况来看，那个曾黎是真疯了。上个月神神叨叨的从3楼跳下来，腿都瘸了。是的，放心吧，他大概是会在这里住一辈子了。”我猜的果然没错，精神病院里碌碌无为，整日闲散无聊打瞌睡的护士，会对我这么上心，果真是托了曾黎的福呢。仇恨累积，原本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，可精神病院里的生活，除非是有超乎绝伦的意志，怎么又能够安然无恙的脱身呢？10月，新闻里传出他们明年即将结婚的消息。那个日子曾经是我跟许墨之约好的结婚之日。他真的好狠，我好恨啊！脑子里那根紧绷的弦突然断裂开，我决定实施出逃计划。我的精神病院生活里出现了一个人，他的脸是模糊的，是新来的医生。倒也不只是他的脸是模糊的，那段时间在我眼里，几乎所有人的脸都是模糊的。那个医生很有耐心，声音也很好听，他一遍遍地告诉我，你要记得你自己是谁，永远别忘了自己是谁，别人的看法不重要，我是谁，曾黎还是白梦，我怎么会记不得我是谁？是别人记不得我是谁了，我被所有人都遗忘了。12月22日，我生日，我记得，是因为这天冬至，医院煮了羊肉饺子，我最爱吃的就是羊肉饺子。我穿着病号服、厚袄子，跟那群傻乎乎的病人们挤在一起。外头下起了大雪，高墙电网，像一张巨大的网，月色下的灰白色雪粒子重重的往下砸。我眼里已经没有了光，大概我可能一辈子都会留在这里了。饺子又冷又硬，跟我妈妈包的完全不一样。吃了2口，我跟他们一起坐在电视机下看无聊的电视节目。灯光突然暗下，烛光闪烁，那个老是爱找我东拉西扯的医生端着个草莓蛋糕走过来，他在我身前半蹲下，摸摸我的头：“梦儿，该醒了。”我浑身一凛，眼前混沌模糊的场景就像晶体一样凝固住，紧接着割裂开，裂成碎片。周围没有病友，没有羊肉饺子，我也没有在精神病院。眼前的男人是江敏，眼前高大俊朗的男人半蹲在我面前，端着蛋糕，眼神复杂。“梦儿，你终于醒了。”我想起来了，我摔断腿后，让一个即将出院的病人替我找到江敏。江敏是我发小，他也是医生，即使是各奔东西后，我俩也经常联系。那天在护士给我分配好药后，我还没吃，病房的门被人打开，穿着白大褂的江敏从门外走进来，一把抓住我的手腕：“别吃药。”他沉声道：“梦儿，真的是你？”当年在日升高中，江敏和许墨之双料校草。江敏是我邻居，性格稳重深沉。在跟许墨之正式认识前，我暗恋过他很久。少年风华，他只需要站在那里，气质内敛，又能吸引所有人的目光。许墨之反之，对人热情外放。现在看来，他明显的就是个中央空调男。而当时江敏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样子，让我一番心意落了空。我以为他不懂风月，没成想他只是看得更长远。毕业，我跟许墨之已经在一起了。同学聚会那天，江敏一反常态的喝了很多酒。晚上我俩一起回家，快进屋时，江敏突然叫住我，她比我高，伸手摸了摸我的头：“梦儿，是我晚了一步，我喜欢你，是我没早点告诉你。”虽然江敏是我找来的，所以江敏认出我的时候，我竟然下意识的想要逃避。现在的我，肥胖丑陋，面容又陌生。他真的就这么相信我的话，觉得我才是白梦？我缩着脖子躲在墙角，不敢看他的眼。你认错人了，我是曾黎。他却拽着我的手腕，将我一把拥入怀里。梦儿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我挣扎无果，这陌生的温度令我猝不及防，又恍若在做梦。半晌后，
我失声痛嚎，揪住他的衣领，哭到不能自已，声嘶力竭地喊：你怎么才来？你怎么才来？江敏告诉我，其实他在电视上看到采访许墨之的消息了，也看到我，只是看到我第一眼，他就肯定那不是我。他正托人打听我的下落，我的消息就来了。江敏替我梳头，头发枯黄打结，我头发很久都没有打理过了。梦儿，一个人身材、外貌、长相、声音能够伪装的再好，眼神是骗不了人的。江敏直觉里觉得不对劲，从朋友那里打听到了关于白梦的事，才知道有我这么个疯子关在精神病院里。他说他在这之前当然也去见过白梦，白梦因为换了我的脸，虽然能继承我的记忆，但他故作热情的样子让他第一感觉就不对劲，假的就是假的。你撑下去，我们把你的脸、你的身份找回来。江敏看我的眼神里是满满的心痛，他彼时已经是一名优秀的心理医生。催眠我，江敏，我打定主意，催眠我，让我变成疯子。催眠术不稳定，就算有真正变疯的风险，我也要试。江敏将会对我进行一段时间的催眠，加上药物作用，会让我陷入一种精神分裂的假象，然后他会申请带我转去其他医院。只要一出医院，他就会把我从催眠之中唤醒，我就能以康复的名义出院。这样做很危险，梦梦，一旦你陷入那种情绪拔不出来，可能连我都救不了你。我已经无路可退了，必须要做，找不回自己比疯更可怕。好在是这一波的极限催眠有惊无险。江敏赞叹，梦梦，你很棒，很少有人像你一样在精神遭过重创后意志还能如此坚定，少之又少。我笑了下，没回答。如果说现在唯一撑着我活下去的，那就是复仇2个字了。花了1个月才慢慢的把自己调整回正常人的状态。我对所有人都充满了怀疑，包括一心一意帮我的江敏。我甚至会半夜突然惊醒，然后盯着江敏反复的看，我生怕她也是被人冒名顶替的。许墨之跟白梦的婚礼在即，我的报复计划也不能再拖下去了。我跟江敏查阅了市里大大小小的图书馆，查阅古籍和各种资料，终于找到了曾黎老家的资料。苗族一个古老的村落，护沙村。正当我们计划进村的时候，有人却先找到了我们，是一个浑身包裹严实的女孩。女孩摘下帽子和口罩，害得我们脸色巨变。我强烈的不适，那是怎么样的一张脸啊？脸上密密麻麻的长满了小水痘，水痘接二连三的，像是有生命一样自己在裂开，又复原，继而再次裂开。虽然脸烂成这样，但是依旧看得出来一点曾家人的轮廓。我调查过，曾黎还有个妹妹，曾晴，只是照片上的曾晴很漂亮，比曾黎漂亮得多。可是妹妹如今脸怎么变成这样了？看到我后，她二话没说，扑通跪下，冲我磕了2个响头。我也没退，就这么瘦了。曾家人欠我的，怎样还也不够。你的脸，我沉声道，怎么弄的？曾晴也不拐弯抹角，是曾黎，他偷学了村里的画皮鼓，因为画皮鼓是村里的禁术，他学了一点皮毛就到处为非作歹。他学得不精，估计失败了好几次才把你的脸换成功，而且反噬后果严重。只是我没想到的是，他竟然会这么恶毒。我俩血脉相连，他竟然把反噬转嫁到了我的身上。我很平静，所以你来找我干什么？他是你们那里的人，他做的恶，你们也有责任。曾晴垂下头，我爸是村长，说家丑不外扬，他装作不知道，也不许我们声张，因为他是我们家唯一的大学生。我无语透了，那你还来找我做什么？曾晴抬眼，眼里透着仇恨和不甘。我不服，他凭什么做这么多坏事还得不到惩罚？凭什么要把反噬转嫁我身上？我恨他，这样的眼神我太熟悉了，这不正是当年我刚被夺走脸和身份时候的样子吗？我能教你正宗的画皮鼓。他手忙脚乱的从包里掏出来一本泛黄的古籍，我不动声色。曾晴一把抓住我的手腕，姐姐，这也是能拿回你脸的办法。我等的就是这一句。曾晴，曾黎当初只学了一点皮毛就被家里人发现了，真正的画皮鼓远远比他学的那些厉害得多。我看了眼那本破破烂烂的旧书，尽量装作不在意。哦，既然这么厉害，那你为什么不学？
曾情白首，我族之人，这种禁术是不可以学的，会死人的。这本书本来被封存很久了，我也是背着我爸偷出来的。那我学的话，就没有后果。曾情，有倒是有，他音量降低了一点，就是使用一次要折寿1-2年。他见我似在犹豫，立刻又说道：正宗的画皮骨很厉害的，只要能搞到对方的血，你能隔空换脸。我要学，就算是丢性命，我也要学。更何况，只是减寿1-2年，让我学吧。江敏打断我们，我不同意。江敏轻拍我的手背，梦儿，听我说，咱们的计划必须万无一失，让我来实施计划，最妥当，成功率也最高。他声线沉稳，磁性，就像是永远会守在我身后的港湾，让我忍不住心生依靠。江敏收回手，不过是折寿1-2年而已。梦儿，我错过你这么多年，浑浑噩噩，麻木度日，只因为当年我慢了一步。我也知道你现在有怀疑，有防备，这是正常的。你没病，我要让你变回当初那个快乐又单纯的白梦。最终决定我们俩都学，也保证计划不会出错。江敏是聪明的，我们在短短几天之内就学会了复杂的画皮骨。我大概是因为仇恨驱使，所以也学得快。计划实施前的几天，他看出来我的紧张和不安。梦儿，你别害怕，属于你的东西，我会替你拿回来。他伸出左手揉乱我的头发，我放在心尖尖上的小姑娘，就几年没见，居然被2个坏人欺负成这个样子。听到这里，我再也绷不住，眼泪啪嗒啪嗒的往下掉。2月22日，许墨之跟曾黎结婚的婚礼在市里最豪华的酒店举办。在这之前，我给许墨之发了条短信，他在新郎休息室里抽烟，而我混在服务员里。看着他拿出手机后，脸色急速的变得惨白起来。我发的是：许墨之，我来找你了。许墨之进了卫生间里，这也更方便我们动手。计划1，江敏换走许墨之的脸。江敏和他几个哥们进去后，打晕了许墨之，换完脸后，把许墨之带到后台的房间里藏起来。江敏出来的时候，脸已经换掉了。虽然我做过心理准备，但还是忍不住恶心。这张脸，我连多看一眼都觉得烦躁。许墨之伸手揉我的头，那种熟悉的感觉就回来了。当我给你提示时，你就进行换脸仪式。将脸换回来后，他定然会发狂。我趁机告诉他，许墨之的脸被我换了，他情绪失控，多半会做出不理智的行为。你记得要监控，一定录清楚。我点头，放心，我还请了专业拍摄团队。干得好。他摸我的脸，点到为止。伤害过你的人，一个也跑不掉。他转身离开时，我还是不安，万一他发疯的时候真的伤到你怎么办？许墨之笑，你太小瞧我了。大学我可是拿过散打冠军的人。婚礼上，宾客衣着考究，甚至还有几位名人。看起来这一年许墨之混得不错。许墨之站在台上，而曾黎装扮精致，头披洁白婚纱，缓缓地朝他走去。他的脸隐藏在婚纱后，看不太清楚他脸上的表情，但我能猜到，他一定是在笑。司仪问曾黎：白小姐，请问你是否愿意嫁给许先生为妻，一辈子不离不弃，白首偕老？曾黎一脸娇羞：我愿意。监控室的我准备好了换脸仪式，我拿出匕首。大厅里，镜头给向许墨之。司仪问：那么许先生，你愿意白小姐为妻吗？几乎是毫不犹豫的。在曾黎的深情凝视下，许墨之微笑开口：我不愿意。曾黎脸上的笑意僵住，与此同时，我唇角勾起，缓慢地割开手掌，鲜血涌出，滴落在器皿里。那器皿中除了蠕动的黑色蛊虫，还有一张皱巴巴的有着陈旧血渍的纸。那张纸就是1年前曾黎偷我脸时，他划了自己的手，擦拭过血渍的纸。当初我留着，只是为了想某天能用 DNA 技术证明曾黎的身份。现在想想，唯有魔法能打败魔法了。血液交融，我念出在古籍上学到的画皮古术的咒语，冗长、晦涩又拗口。我念完了，脸上蓦然一股剧痛袭来。婚礼现场，司仪的询问久久没有得到新郎的回答。许墨之审视着眼前这个女人，最后慢道：我不会娶你为妻。
因为你不配。冒牌货！曾离惊讶道。墨之。许墨之轻笑一声，这就认不出来了。亏你还说爱许墨之这个人，对于你来说，其实你爱的不过就是一张脸皮。曾离，你的脸该还给别人了。台下参加婚礼的观众们一片哗然，我也适时地将场内灯光全部关闭，只剩下台上的一束。曾离总算是反应过来了，自己眼前的这个许墨之脸被人换了。他慌张道：墨之呢？你是谁？你把我的墨之弄到哪儿去了？许墨之笑：我不是在这儿吗？曾离扑进他怀里，却又突然一把推开他。不，你不是许墨之，你是谁？而婚礼舞台上的镜子更让他几乎陷入癫狂之中。许墨之静静地站着。你在害怕什么？你的脸吗？曾离恐惧到根本不敢看镜里的人，他突然捂着脸痛苦大叫出声，紧接着像疯了一样猛地掀开自己的头纱。灯光打得刚刚好，此刻的他看到自己的脸已经变成了原样，他失去了那张美艳动人的脸。这不是那个疯女人曾离吗？台下有人认出这张脸来。是啊，她怎么从精神病院里跑出来了？怎么还穿着梦梦的婚纱啊？快报警，快报警！人群里出现质疑和询问声。曾离慌乱摆手，不是，我才是白梦，我一直都在这里啊！没人信他，就像当初没人信我一样。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崩溃到发狂的曾离突然冲到蛋糕台旁，拿起刀，近似疯癫地冲向许墨之。把我的墨汁还给我！许墨之则是跑向了后台躲了起来。计划2：引导杀戮。曾晴说，曾离学的蛊术不完全，他要是想把别人的脸换回来，就得杀人，所以我们得故意引导曾离杀了许墨之。台下参加婚礼的观众忽然尖叫成一团。曾离无视其他人，拿着匕首追逐着，冲进一间房门没关紧的房间，找到了在休息室里被打晕的真正的许墨之。许墨之刚从昏迷中醒来，睁眼就看到曾离拿着刀，还未开口，刀插在了许墨之胸口处，刀刃没入皮肉。曾离大概也在惊讶，一把切蛋糕的刀捅起人来，竟然会如此顺手。耳麦里传来江敏的声音，他已然全身而退。计划成功，赶在他进屋的时候把脸换过来了。我笑起来。你现在在哪里？江敏还在喘气，翻窗户躲到外面了，待会儿来找你。好，我等你。监控里看到许墨之捂着胸口倒下的那一刹那，瞬间觉得胸口郁结的气息消散，连曾离都看顺眼了几分。曾离的表现我也十分满意，他捅完人之后扑过去抓起对方的手，割开掌心准备换脸，大概是念了好几遍咒语都发现没用，毕竟这个画皮骨就算人死了骨还在，脸仍然能够换回来。曾离念了10几遍，许墨之的脸都还是原样，直到警察冲进房里的一瞬间，他好像才反应过来，抱着奄奄一息的许墨之晃动着，悲痛的嚎哭。看到这里我笑了。此时我正站在酒店门口，用手机监看那间休息里发生的一切。梦梦，我的家人朋友看到我站在我面前喊我的名字，我爸妈走过来。梦梦，怎么回事？你去哪儿了？怎么穿成这样？台上那个女人怎么冒充你啊？还化妆成跟你一模一样的样子。我朋友也围过来关心我。还好你没事，你是不是被那个疯子绑架藏起来了？我故意问道。许墨之呢？他们脸色不大好，你要有心理准备。我朋友过来安慰我，已经抬上救护车了，看起来情况不大好。这不是喜大普奔的好消息吗？而这时发了疯的曾离被警察扭送着往警车上送。路过我时，他突然抬头，一张憔悴又无神的脸，他几乎咬碎了牙。白梦，真的是你？是我。相反，我平静到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任何事。我朝他走近，俯身轻笑道，谢谢你替我保管了这么久的脸。原本还在激烈反抗的他，瞬间被抽走了魂一样软下来，喃喃道，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，脸是我的。我平静地看着他。许墨之，曾离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妄念和作恶多端的下场。半小时后，医院传来许墨之抢救无效的消息，而曾离也即将迎来他罪恶终结的审判。定审后，我见了曾离一面。曾离形容枯槁，骨瘦如柴，这大概就是黑蛊术的反噬造成。他问我，你怎么学会画皮骨的？我把手机递给他看，上面是他妹妹的照片。曾晴的脸已经好了，也物色上了新的对象。
多亏你对你妹妹做的恶事，不然她也不至于找我一个外人来对付你。我收起手机，嫉妒是欲望的折射。当初画皮谷的真意原本只是为了考验男女间的真爱，你却拿来作恶多端。曾离嗤笑，许墨之不也还是留在我身边了？是啊，我微笑。窗外阳光正好，手机响，江敏来电。我站起来，扭头不再看他。毕竟有福之女不嫁无福之家啊。我回到家里，房里的所有小物件，包括许墨之跟曾离用过的东西，统统的被我扔进深桶里，包括那幅令他一举成名的画皮。点燃火柴，泼上汽油，火焰明灭间，一切成烟，罪孽消散。我跟江敏手牵手的站在火光前，凝视着，告别过去，永远别忘了自己是谁。